挥不出来，只能降频认怂。那传统的散热方案呢，其实大家卷的都已经差不太多了。我们 K90 Max 呢也给到了一个非常顶的散热，是目前行业最强的配置，日常使用下来完全足够。但是如果针对于极致和重载的场景下，我们觉得还可以再突破一下。所以 K90 Max 呢搭载的是风冷散热方案，这也是 Redmi 首款搭载风冷散热方案的产品。那前一段时间呢，友商其实也出了不少带风扇的手机，但是 Redmi 只要一出手，我们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到行业最强。我们希望可以给到大家更大的进风量、更好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更好的降温效果，而且还要有更静谧和更可靠的体验。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它的风扇是怎么设计的呢？首先是它采用了一个 18.1 毫米的超大尺寸风扇。为什么说它是超大尺寸啊？我们直接来对比看一看就知道了。友商有2款产品是15毫米的小风扇，那这个风量首先就很难保障啊。有一款友商大一些是17毫米，但是在 18.1 毫米面前，它其实也还不够看。那我们又再看一看风扇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细节设计呢？就是这个扇叶。我们的扇叶是一个前倾式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扇叶是稍微有一些向前弯曲的。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当它转起来的时候，它可以兜进来更多的风量，所以它的风量会变得更大。那这个风扇的单体最大风量能做到多少呢？能做到 0.42 CFM。那我们对比一下，看看友商能做到的是 0.2 和 0.3， 我们能做到 0.4 左右。但其实风扇都不是这个散热系统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想做风扇很简单，难在哪儿呢？难在风路设计。那什么是风路设计？大家了解汽车的话，应该了解得很清楚啊。风路其实就是一整套的空气动力学设计。这个风到底应该怎么进、怎么走、怎么导、怎么出，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你的用风效率。那内行看门道，我先来带大家看一看市面上有什么方案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方案 A。这个方案 A 是怎么进风的呢？它是从相机呆口下方进来，转一个弯，走到一个 L 型的风道里边，然后再出去。那这样的方案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它的风路太过于曲折和复杂，而且拐弯很多，特别容易产生风的碰壁撞流，那就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效率的折损。那我们再来看方案 B。方案 B 呢，它的设计相对合理一些，它是一个直立式的入风，就是这个机身是这样的，这个风是这样进来的，它的送风效率就高一些。但是呢，因为它的风道啊受到了摄像头的干扰，所以它会拐一个弯，风道比较窄，而且在出口处呢也有一个拐角，还会进行碰壁乱流。那方案 C 是不是看起来就更合理一些了？从边上进，很直的吹出去。但是这个风扇啊，它有一点小，而且呢，这个风道是很扁的一个风道，其实风量不足。那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是用风率。这个风量的利用率在这里边最高的是 64%， 是这个方案 B， 最低的只有 33%。这是啥概念呢？就是说吹进来的风有2/3都没有用到，全都浪费了，这个效率。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K90 Max 的风路是怎么设计的呢？首先，我们采用的也是直立式的进风结构，它的风量就可以提升 32%， 而且这个风啊，它是直吹 SOC 的，完全没有绕弯，直接可以把芯片吹一个透心凉。而且我们在这个风扇上呢，还做了一个偏心增压结构。大家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这个风扇它不是圆心中心对称的，它稍微向下偏移了一些。这个设计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窄处的高压和宽处的低压形成一个风压差，可以把风很用力的挤进这个风道里，所以风是不飘不散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风道啊，这个风道又宽又通畅，完全没有任何的阻隔，而且它的曲线呢是一个涡流式的风道，会让风顺着最自然的方向流下来。
而且我们在这个风道里还加入了很多金属鳍片，就是这些小片片啊，是金属鳍片，它可以再把风让它按着跑道走，梳理出更好的这个风流，所以它就不会产生这种乱流的情况，可以让风吹得又直又远。而且这些金属鳍片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再次增加换热面积，带走更多的热量。那这一套设计下来，我们的风量利用率能做到多少呢？可以做到78.6%，是目前行业最好的水准。那我们的风扇单体风量最大，风量利用率最高，全部都是行业第一。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大家会忽略啊，那就是废风的利用。什么叫废风的利用？就是这个风啊，它吹出来以后，它可以再次经过我们手机的背板带走电池板的温度，实测下来最高也不少了。所以风口我们把它放在相机的呆口下方，而且做得很宽，这并不是一个设计的偏好，它是一个工程上的需要。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很关心它实际的表现如何？我们放到实际场景里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降温速度，它降的有多快呢？从48度降到38度，只需要100秒。我们认真的看一下这个曲线的对比啊，这条绿色是我们的 K90 Max， 它的降幅最快，它的降幅也最大，而且最低温度也是最强的，跟友商的表现大家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在游戏里的实际表现啊。前几天我们开了一场直播，4个小时的王者荣耀，全程的温度都没有超过37度，最高也就到了36.7度，是一个体温级的表现。它甚至有可能还没有你紧张的时候这个手心更热呢啊。还有很多用户说，哎呀，王者很轻松，你能不能测点重的？没问题，我们做了游戏双开的测试，在风扇开启后可以直降10度，最高的温度都没有超过38.4度，我们的友商已经全部都跑到了40度以上。大家要注意啊，这2款产品也全部都是带风冷的，所以我们的降幅和绝对温度都大幅领先。那在重载的场景下，我们又做了测试，星铁的最高画质和最高帧率，我们的温度都是最低的，能够持续的稳帧而且慢帧，强不强？这就是 K90 Max 的散热设计。这一套风冷啊，我相信未来1年有可能都完全没有敌手。那为了让大家使用的更方便，我们把这个风扇呢做了3档的智能调节，你可以选择手动开启，也可以选择智能开启，而且它不仅仅是游戏中可用，比如说我在充电的时候，或者我在导航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手机会发热，那你就把它打开。而且马上就要夏天了啊，大家如果遇到了手机发热的问题，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 K90 Max。散热能力呢固然重要。在几个月前，Turbo 的发布会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友商的风冷方向很好，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吵。当时我放了个话，我说，Redmi 来做风扇一定不是这样的体验。那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交的作业如何啊？当我们把 K90 Max 的风扇开到最大档，它的声音也仅仅只有32 dB， 这32 dB 相当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的环境底噪。所以日常使用的时候，你几乎完全听不到。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啊，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我经常会怀疑它是不是在工作，我需要把它贴到我的耳边，仔细的听一下，干活呢，我才能知道。所以它就做到了这么安静的水平。那整个结构里呢，我们做了10几处的降噪设计，从扇叶设计到动平衡设计到降噪的材料，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分贝一分贝的抠出来的。那说这么多都不如给大家听一听，对不对？我们拍了一条测试的视频，我们先放友商的声音，大家来听一下，最后再放 K90 Max 的声音给大家听一听。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电脑和手机的音量都调到最大，否则你会听不清啊。我们来听一下，先听友商。
能听到吗？我们再听一遍，再认真的听一遍啊，再认真听一遍。是不是几乎听不到？其实这个表上显示着啊，它是在工作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强悍的风就应该静静的吹。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布了我们有风扇以后，有很多用户关心风扇的可靠性，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可靠性做得极好。我们的整机首先支持了 IP66、IP68、IP69， 风扇单体还支持 IP-X8 和 IP-X9， 而且整个风道呢也是密闭式的设计的，它是跟主板完全隔绝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在核心的轴承系统里边，我们从里到外用的全部都是金属，这是行业里比较少用的方法啊。大家一般都在外围会用一些塑料件，但是我们用料呢比较扎实，所以它很可靠，也通过了5万小时的老化耐久测试。但是我知道啊，无论我怎么向大家保障，无论我怎么说，大家可能还是会有担心。所以我们 K90 干脆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在5月5号之前赠送大家一个保险，它是专门保6年的电扇保修，终身免费清洁保养，让大家安心使用，好吗？所以 K90 Max 呢，有2颗专门为游戏而生的当代旗舰芯，有一整套全新的风冷设计。那除了巅峰体验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块165赫兹高刷屏。165赫兹的高刷屏呢，其实现在市面上不少，但是生态适配的好不好，其实是它好不好用的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我们率先支持了40多款游戏的原生165帧模式，比如说像大家经常玩的《和平精英》啊、《穿越火线》啊、《暗区突围》啊，包括一些音游啊，反正大家喜欢的这个游戏都已经在上面了。而且我们也会首批支持三角洲的165帧加高清画质，这个模式下啊，画质很好，很流畅，尤其是拿来玩大战场，非常的爽。还有一些游戏呢，本身没有要165帧的这个模式，我们的第二独显就可以把游戏拉至165。我们已经支持了100款主流游戏的超分超帧，比如说啊，像玩原神，我们就可以做到 1.5K 和165帧的并发，而且实测下来它的效果很好，平均帧率是164帧，机身也仅仅只有44度，这个在重载游戏下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了。那懂行的玩家都知道，高刷和触控是不分家的。K90 Max 在这一代上触控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调教。在硬件上呢，我们有着3500赫兹的瞬时采样率，有480赫兹的多指触控爆点率，我们的陀螺仪也升级到了400赫兹，所以这一套下来，为你所有的压枪和瞄准的稳定性带来了非常好的基础保障。那在软件上呢，我们还跟7款主流游戏进行了官方的合作，做了分区触控优化。什么叫分区触控优化呢？我们看这个游戏的画面啊，不同的区域其实它的触控策略要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轮盘区，它要求的是稳定、跟手、灵敏。那在功能释放区呢，它要做到的是急速响应，我要摁了，你就要有反应。那在小地图区呢，它有非常高的灵敏点击。那一整套调教下来，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什么体验？比如说，我们来玩和平精英，拉枪的时候准星不飘，可以直接定位，这个时候你锁头就更有力。那在高倍镜下呢，可以看到压枪非常的稳，弹道不散，所以你每一次的攻击都会有更好的有效伤害。那如果你拿它来玩王者，走位就会更加的丝滑，而且技能释放的会更快。比如说你喜欢玩的是马超这种身法英雄啊，你的操作直接就可以提升一个段位。最后一点呢，对电竞屏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护眼。我最近深有体会啊，最近打游戏的瘾很大，所以经常会长时间的盯着这个屏幕，眼睛压力很大。
我们 Redmi 的青山护眼支持了全亮度的 DC 调光，而且还支持了原偏光的 2.0， 可以做到零频闪不干眼。我们还增加了游戏护眼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游戏的颜色会更加的鲜艳，在暗景的地方，你看细节会更加的轻松，而且它还能精准的过滤蓝光。那这块屏幕呢，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调教啊，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它有165赫兹的高刷，有非常好的生态适配。我们的触控硬件做了大的升级，软件跟游戏厂商做了联合的调教。这块屏幕是足可以配上电竞2个字的。除了性能和屏幕，我们 K90 Max 方方面面都给到了满配的体验。它有着极好的续航，是8550毫安时的大电池，还有100瓦的快充，有100瓦 PPS， 还有22.5瓦的反充。而且在边玩边充的时候呢，它可以自动触发旁路充电，也就是说，它在充电的时候可以绕过这个电池，直接给主板供电，这样电池就不会发热。你玩游戏边充电就不会烫手，而且它有着非常好的 X 轴的线性马达，震感很好。玩 MOBA 游戏的时候呢，不同英雄的大招还有不同的震感反馈。我们也做了对称式的立体双扬，有2颗1115全频单元，而且还进行了 BOSS 的联合调教。那针对于游戏场景呢 ，BOSS 也给我们单独调了一下啊，在这个场景下。脚步声可以被增强200%，就相当于你物理上就多了一个听力头，所以听声辨位就变得更加的精准。在收音上，我们专门增加了一颗游戏麦，它被放在了相机 Deco 的侧边，这样你在横握的时候，你的手就不会挡住麦克风，跟队友开黑语音更加的清晰。而且作为游戏性能旗舰啊，它的信号一定要好。我们给大家带来了2颗信号增强芯片，2颗 WiFi 增强芯片，还有7根竞技天线，而且是专门在游戏横握的场景下，这个专门优化的。它的游戏时延呢可以降低20%，所以打游戏的时候，你的网速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快。相机呢也不错，是这个旗舰的双摄。主摄是5000万的高动态相机，而且升级了 1.68 的大光圈，支持光学防抖。它的成片率很高，抓拍很稳。比如说我们在夜晚去抓拍这个打铁花的场景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铁花呢也非常的清晰可见，而且整个色彩表现很好。你如果用它来拍人像呢，也不错，肤色很白皙，很透亮，所有的细节呀、质感呀也呈现得很好。而且这一代的设计呢，我们公布了以后，大家就给了非常好的评价，觉得它不是很张扬，不是很夸张，看起来旗舰范儿特别足啊。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6.83英寸的旗舰大直屏，而且有着非常舒展的大阿角，整个机身呢也是包裹式的金属中框，所以质感和耐用性都非常的不错。在 Deco 设计上呢，我们用了矩形的纯平 Deco。所以它是一体化的感觉很好，也不会积灰。那像这个风扇的开孔呢，大家也很关心啊。我们做到这个形状，主要是为了保证更大的进风量，所以它这个开口面积稍微大了一些，但是也很漂亮。这款手机呢，我们一共准备了3款颜色。第一款是太空银，这是我自己用的这个一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很经典，很耐看，而且有一种这个工业风，非常的漂亮。但是在这个暗影黑上啊，我们就多加了一些细节，它有一些细节的纹理，看起来更酷，有一种暗藏锋芒的感觉。还有一款非常清凉的颜色叫天际蓝啊，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这3款颜色呢，我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线下看一看我们的真机啊，质感相当的好，上手就知道它的这个细节做得有多棒了。最后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价格环节。那 K90 Max 的目标就是做同档最强的游戏性能旗舰，所以我们用了当代旗舰芯片天玑9500啊。我们先来跟同样采用了天玑9500的产品来比一下，大家仔细看就可以发现，我们是这里边
唯二的独显，唯一的风冷，唯一的大屏，唯一的165高刷，而且有最大的电量，还有更好的满配的外围的配置。当然，友商的产品啊，影像的确做得更强一些。但如果你说我想买的是一个性能旗舰，同价位 K90 Max 绝对没有敌手。那我们再来跟同样是当代旗舰处理器，而且都带风冷的产品来对比一下啊。我们用的都是旗舰的处理器，都带风冷，但是 K90 Max 的风冷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的效果更好。其他的配置上呢，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局部互有胜负。但是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件是什么？是价格。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款产品5699元，还有一款是4999元，中间只有一款卡在4000块钱左右。那我们 K90 Max 的定价是多少钱呢？12+256的版本，3499元，性价比超高。这样一对比下来，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吧？但其实，在定价的时候呢，反正老生常谈内存成本持续的暴涨，所以大家现在定价呢压力都很大。也有很多厂商呢，新老品其实都在涨价老品可能涨个500，新品涨个1000我们的产品老品呢其实也涨了一些，但是我们涨得最晚也涨得最少。那在新品上呢，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持续进行首销期的内存补贴。这一次的内存补贴的力度也很大。我们先来看一看全版本官方我们会先补300元，就是首销期直降300。而且这一次电商平台对我们有了很大力的支持各个电商平台针对12GB 的版本会再次加深补贴200元。所以 K90 Max 在首销期你真正的到手价是多少？2999元。已经很强了吧？我们全版本